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清单与展望，那我们做一个总结吧，第二个，中国经济的危险交叉，第三个是朝鲜国庆，习近平贺电的表态，我们讲3件事。先讲为什么今天要讲一下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清单呢？因为，拜登政府有一段时间没有对华政策的新的对华政策出来也没有做任何的动作，我有一点奇怪，所以我今天跟我们同事呢，把这个拜登总统上任之后，他做的所有的对华政策的动作，我们拉了一个清单拉了清单之后，我们就其实可以做一些分析那今天我们就因为新闻不是特别多，我们就有时间来做一个这样的工作我大概的跟大家梳理一下拜登总统上任到现在，他对华政策的主要的动作，一些细微的我们就不说了那么11月2号都是今年发生的了。11月2号2月11号2月11号跟习近平通话2个小时那么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自说自话，都说都把他们想要根据他们的需要讲他们通话讲了些什么但是毫无疑问，这场通话没有太大的政策性的价值，因为基本上是寒暄跟叙旧当然，拜登也做了一些政治上的姿态，我也告诉他人权、自由、民主，这个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习近平是不可能被说服的3月12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把华为、中兴通讯那个海康威视5家企业列为威胁国家安全的清单里面3月18号到19号，阿拉斯加中美战略会谈中美高级战略会谈那这个会谈呢，美国向中国展示以实力为基础的态度，中国反击，双方不欢而散这是3月4月份4月17号，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与这个拜登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3件事：第一这个南海问题，南海、东海问题；第二，这个台海问题；第三，香港、新疆人权问题这是4月4月28号，拜登总统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谈到中国问题，他说美国和中国的竞争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外交挑战这是他的表述5月21号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访美那么发表联合声明2点，第一个台海问题，第二个这个南海问题，这个韩国第一次和美国提到这2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胜利那么6月3号，拜登签署行政命令，更新川普政府对中国59家公司的制裁其实就是维持它现有的制裁然后6月6号，美国3名参议员坐美国军事基地的军机军用运输机非常大型的军用卫士机飞到台北松山机场进行了3个小时的访问并且和台湾的蔡英文总统会晤6月23号，美国商务部制裁5家中国企业涉及新疆侵犯这个维吾尔穆斯林的人权的行为这个7月，美国一架 C-146A 型的行政专机又降落在这个松山机场，转交一个外交包裹7月16号，美国制裁7名中联办副主任
然后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联合发布一个香港商务警示，警告美商在香港经营面临安全风险。7月25号到26号，这个王毅和这个谢尔曼在这个天津会晤，这是美国最高级官员访问中国啊。那么会晤呢，美国向中国提出安全围栏的建议，中国向美国提交2份整改清单，针锋相对啊。那么8月4号，美国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总值7.5亿美元的自行火炮系统，通报国会，1个月之后生效。这是拜登政府第一次对台军售8月19号，拜登政府在采访拜登总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以这个北约第5条款说明台湾、日本、韩国等盟国遭受入侵的时候，美国会做出回应这是拜登总统第一次把台湾和其他的盟国放在同等的水平上讨论问题也是美国这个被认为是一个战略模糊的一个调整到底有没有改变，现在还不清楚因为没有后续的跟进中国说是口误但是美国也没有澄清是不是口误然后8月30号，美国完成阿富汗撤军8月31号，美国总统气候变化特使克里访华分别和韩正、杨洁篪、王毅会谈，但是呢，双方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基本上就这样。拜登总统从上任到现在发生在美国政府发生的所有的和中国有关的政策和行动都在这里基本上是这样。那么我们分析一下第一个，拜登政府没有对中国政府或者中国采取过任何一个政策行动，这就是结论你把这梳理完了以后，你就知道，拜登政府没有一项政策行动那么第一，所有对抗性的政策都是继承了川普政府的所有的你可以看，要么更新 update， 要么就完成等等所有对抗性的政策都是继承了川普政府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拜登政府不断的重复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观，但是没有跟进任何的政策包括人权包括制裁，就是新疆的制裁也是延续了川普政府的政策。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香港香港的局势仍然是那个样子缅甸的局势也是那个样子，新疆也好，这个其他的也好，都基本上没有新的动作这是第一个就是拜登政府基本上没有做任何的动作，没有任何的政策行动发表声明那些东西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如果能把对方骂倒那就不用准备飞机大炮第二，在所有重要的政策领域全部都落空你比如说第一个疫情，关于疫情这件事情有2个核心的动作，一个叫溯源一个叫追责那么在5月份的时候，拜登总统做出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姿态，就是要情报机构你给一份调查报告，告诉我们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到底从哪里来？到了8月份这个报告就是个 air， 这是个空气，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他没打算做任何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贸易谈判本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中美关系当中，贸易谈判是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领域，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工具。
拜登总统上任到现在，这个工具没用过，戴奇基本上是像个透明的一样，在他的内阁里啊，这是第二个地缘政治。地缘政治我们讲台湾，台湾只做了一件事情，卖了5千万的武器给他啊，其他的像什么飞机来飞机去呢，没有实质性的动作啊。香港不动，完全不动，没有任何的动作啊。香港那边做个东西，这边发个声明，那边做个东西，这边发个声明啊。基本上，从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眼睁睁的看着香港在变成一个中国的普通城市，中共在香港挖地三尺，刨掉香港的公民社会的根，但是美国政府没有做任何动作。缅甸人民的反抗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任何支援啊，然后阿富汗还在撤军，阿富汗撤军之后，你可以看塔利班政府正在学中共扫大街呢啊，这个喀布尔市长带着他的阁员们在街头扫马路啊，这肯定是跟中共学的，中共有人在里头啊。然后你可以看啊，还有其他的重要的政策领域，比如说金融，比如说投资，比如说科技，比如说教育啊，比如说文化。文化唯一的进展是什么？台湾在美国开了一个这个中文教育机构啊，你看到一个，这是唯一的进展啊，这么大的动作，这是唯一的进展。这个当然是对抗孔子学院的啊，这是第二个。在所有的政策重要领域的政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动作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后续政策和行为。我们眼见的马上要发生的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民主峰会啊，这个拜登政府讲了很多次啊，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场景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气候峰会啊，气候峰会是拜登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国策啊。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20国集团峰会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未来要发生的主要是这三个，围绕着三个政策场景发生啊。那么，但是你可以看一下，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动作，围绕着这三个政策没有发布过任何和这三个非常重要政策场景有关的信息，没有出来过。我就想问一下，美国国务院全部在放暑假吗？学生都开学了，他们还不回来上班？好，结论，结论是两点。第一点，拜登政府没有在中美关系上面投入资源啊，除了布林肯的口水，没有投入过资源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拜登政府也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对华政策啊。那么除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这个假设以外，他提出了一个假设，我不认为那是个政策啊，就是说中美关系竞争，然后呢，就是该对抗对抗，该合作合作，合作就是他的国策。气候变化要跟中国合作，对抗呢，地缘政治要对抗啊，比如说南海问题要对抗，台湾问题要对抗，但是呢，气候问题我们要合作，然后大量的领域是竞争啊，这是一个拜登政府，包括拜登总统，包括布林肯描述的一个对华政策，这个政策是矛盾啊，你不可能在这一头和他对抗，在那头跟他合作，而且中国也拒绝了这种方式啊，这个谢尔曼跑到天津去。跟谢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啊进行会谈，虽然王毅见一下，但是其实主要是跟谢峰谈。其实谢尔曼这次访华就是跟中国谈，说我们呢建立一个安全护栏。什么叫安全护栏？我们合作的地方我们好好合作，
竞争的地方我们就全力竞争，对抗的时候我们只在这个范围对抗，不要把对抗蔓延到其他领域去，影响我们的合作。那个谁，那个谢尔曼的这个建议，中国直接说你疯了吧？怎么可能？你跟我在这对抗，你还跑到这儿来跟我合作，怎么可能？结果直接把2个清单扔到谢尔曼的脸上。那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关注的问题，这是我们要求你整改的东西。谢尔曼脸色铁青的坐在那儿，没有一点办法。为什么？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好东西。这就是布林肯和拜登的对华政策。这个对华政策的最终破产是在哪里？最终破产是在克里访华。克里访华是因为其实拜登政府是想这个算盘打得很清楚啊，也很明白，就是我不跟你对抗太多啊，但是我有些东西我还得守住的。那么这个地方你得跟我合作，所以你可以看从头到尾，拜登政府没有采取过什么政策，其实到头都是为了什么谁做准备？为克里做准备。但是克里跑到中国去，中国王毅最后给他甩了一句，整个的计划是破产的。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你看憋着憋着，这个拜登政府都快变成中华鳖精了，憋了这么长时间，憋克里去中国，希望拿个结果回来，结果啥都没有。王毅跟他说了一句话，什么话？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离不开中美合作的大局，意思说，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必须在其他领域也得合作，你不可能在这跟我对抗，在这合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件事情上来就已经把整个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给打了个粉碎。所以呢，你看，所以拜登政府没有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它只有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假设，而这个自相矛盾的假设呢，已经实践证明已经失败了。所以现在拜登政府手上啥都没有啊，所以结论就是拜登政府在中美关系上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北。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北，所以影响很大。有影响，第一个影响，美国正在输掉这场世纪大对抗啊！美国正在输掉这场世纪大对抗，为什么？原因只有一个，跟美国的能力没关系，跟美国人民的意愿没关系，跟民主党跟共和党的立场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美国政府有关系。美国拜登政府到现在连自己处于一个这样的对抗的局面都不能确定，这是问题，这是根本的问题，这是第一条，就是美国正在输掉这场对抗。第二条，你想一下，中国的整个的宣传机器啊，中国整个的宣传机器，从外交部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每天每个记者会都要骂美国，都在骂美国啊。中国的官方媒体，从新华社到人民日报，从环球时报到这个今日头条，每一个媒体，每一个官方媒体或者任何一个媒体，每天都在骂美国，用各种方式骂美国，用各种故事骂美国，用各种说法骂美国，从真的假的、虚的实的，全部都在骂美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美国的外宣系统，包括 YouTube，包括 Facebook，包括各种平台，推特各种平台上，在动员所有的力量攻击美国，攻击民主，攻击自由，攻击人权，攻击普世价值观，输出他们的观念，在全世界各个领域、各个国家，每时每刻都在对美国进行全方位的攻击。
美国是怎么应对的？美国只有2个人在反抗，一个就是国务院发言人，一个就是白宫发言人。这2个又温和又机智，但是除了他们2个以外，美国没有人做任何事情。所以美国除了在输掉现实当中的世纪对抗之外，美国还在意识形态上输掉这场对抗。这是第2个。第3个，中共为了对抗美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动员，投入大量的资源在做这件事情，一直在做，从头到尾到现在没停过。但是美国到现在还没搞清楚他要做什么，这是问题的根本。我前2天看见美国之音访问了这个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智库啊，也是美国政府很重视的一个智库。访问他的叫琼斯啊，他是一个这个 CSIS 的高级副总裁啊，级别很高。然后是国际安全项目的主任，叫 Seth Jones 啊，对他的一个做一个访问啊，他提出什么呢？他提出一个非常规战争可能会影响今后的国际政治啊，他这个观点是很好的。记者问他说因为他有本新书出来，所以通常写新书就出来介绍一些访问啊。他这个记者就问他，美国为什么应该重视这个非常规战？然后琼斯就回答，他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理解中国、俄罗斯和伊朗，那么他们把自己视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所以在很多方面，美国也视他们为竞争对手。但是这3个国家不同的是，伊朗是个小国，经济不发达。”但是呢，它是一个地区强国啊。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大国，俄罗斯更像一个地区大国，但是有个全球的野心啊。那么美国在常规和核能力方面是有很强大的能力，很可怕啊。美国的空军、陆军、海军、陆战队都非常强大啊。他说这个，俄罗斯和美国非常担心彼此发生常规战或者核战，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对他的人口造成潜在影响。特别是如果发生核导弹发射到城市，会对就是说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这个情况很像冷战。但基于这个现实，他说：“我认为美国跟中国也不大可能进行常规战或者核战，因为损失太大。”他说：“我认为双方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常规战和核战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呢，竞争仍然存在，而且非常激烈。中国正在积极的把影响力和力量扩展到中亚以外的非洲、中东、欧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啊。因此。”他说，一个关键的方面就发生在非常规性的水平。你比如说，对这个非国家甚至是国家代理人合作的支持啊，网络行动啊，还有就是经济的胁迫，比如说“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啊等等啊，用来做政治上的杠杆，然后还进行一系列的秘密行动，包括情报啊。中国叫3战。舆论战、法律战、心理战，俄罗斯称为什么积极措施啊？他说他大概就是说，他说我担心呢，美国重点放在常规战和核战做这个方面的准备，但是在非常规领域呢，美国会输掉。所以呢，他觉得他提出来几点，第一个，美国未来战略的核心就是必须根据美国的核心原则，重新制定它的外交政策，和中国、俄罗斯、伊朗竞争啊。那么是政治、经济、军事体制之间的竞争啊。所以美国要利用
它在意识形态上的优势来进行竞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需要更好的理解竞争对手，包括中国，这个说的很对啊。那么第三个要增强这种非常规方面的能力。第四个，他讲的，美国真的有必要开展攻击性的信息战，这就讲到要点啊。但是他没有重点提这个啊。我看了这篇文章，我一忧一喜啊，一忧一喜，喜在哪里呢？你至少琼斯已经看到这一点啊，看到了什么？看到了非常规对抗啊。但其实呢，这个还是，但是你可以看它的整个的，大家可以去美国之音的网站上去找这篇文章来看啊，不会删掉。你看这篇文章，其实怎么说呢？第一个，他是 CSRS 的高级副总裁啊，那也不是一个普通人，对吧？但是你看他整个的文章的陈述下来，你可以看，他们还在用冷战时代，就是美苏对抗时代的这种认知的框架和分析的框架，他们还在用那个时代的分析框架。他们还在分析，他们还是在把中国、俄罗斯跟伊朗等同来看待。这种认知我觉得太过时了。对美国来说，美国只有一个敌人，一个对手，俄罗斯不是对手，俄罗斯交给北约就搞定了，根本不是问题。伊朗根本更不是问题。俄罗斯也好，伊朗也好，没有中国，他们都是死鱼一条，没有用。中国在后面给他们支持。如果美国的智库们到现在还没搞清楚，美国应该聚焦什么？美国应该聚焦中国，没有把这个议题搞清楚，那他还在分析。冷战时代是什么？冷战时代是威慑理论，威慑理论就是我有足够的力量，你也有足够的力量，毁灭地球多少次，所以我们都不能打仗，这就是威慑理论啊。但实际上，现在发展到今天，威慑理论和威慑理论的框架来分析中美之间的对抗，那不是过时了，那根本就是缘木求鱼，那是另外一个东西。中美之间的对抗和美苏冷战时代的对抗完全没有可比性，基本上没有可比，除了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外，没有其他的可比性。而且那个时候那个时代，苏联阵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基本上被西方阵营摁在地上，用脚摩擦，一直在摩擦，没有动过，没有赢过一分一毫。而且在整个西方阵营，从国家到民众，从政党到各个层面，看法都是一致的，苏联是魔鬼。但是你现在去西方国家，你去看一下这个世界是怎么看待中国，所以没有可比性，基本上啊，所以他们还在用这个。当然，琼斯能够看到非常规性的对抗已经很厉害了，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中美对抗或者是中西对抗过程当中，他们有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没有。中西的对抗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西方是个开放的体系，在这个开放的体系当中，它具有巨大的优势。开放的体系有巨大的优势，这也是美国的，这是西方价值观决定，它是个开放的体系。中国是个封闭的体系，因为它专制，它是个专制政权，它是个封闭的体系。这个两个体系对抗的时候，谁赢？谁有天然的优势？当然专制政权有天然优势。为什么？因为它封闭，它在暗处，你在明处，然后你还打开门，它门是关着的，你进不去，你到不了他那里，他能到你这里来，而且他不仅仅能到你这里来，他还能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新闻自由是吧？好，我就在那办报纸。你言论开放，言论自由是吧？好，搞个大 V，天天骂你。
你是这个通信自由是吧？好，我派这个 CCTV 去欧洲广播，天天广播，24小时广播，按照你的游戏规则，破坏你的游戏规则。西方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想出办法来对抗这个，甚至他都没有明白这是场对抗，这才是西方的问题。拜登政府到现在仍然在睡大觉，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说这话可能有点伤人，算了，我不说了。所以我们讲，呃，中美关系在这个时代已经成为当前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对抗关系。在这场对抗关系当中，美国如果不能够进行全方位的动员，他一定会输掉。不管他有多强的实力，不管他有多么巨大的优势，他都会输掉。哎，我有讲超过时间了，那我简单的把后面两个，我讲这个 CPI 吧，国家统计局啊，讲第二个主题，中国经济的危险交叉啊。国家统计局9月9号公布这个8月份的全国 CPI，CPI 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叫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啊。CPI 反映的是物价啊，消费品的物价，然后 PPI 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制造商出厂价啊。那么中间呢，就出现了什么情况？CPI 是多少？CPI 是0.8，就是物价没涨啊，基本上在平着走。然后呢，PPI 呢就上涨了9.5%啊。PPI 上涨9.5%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制造商的成本一下子上来了，因为它进口原材料都在涨。那这叫什么？我们这叫剪刀差。剪刀差减掉的是什么？减掉的是企业的利润。因为你想一下，你卖东西的价格没有涨，然后你进货的原材料的价格在上涨，那你中间损失的是损失的利润，中间差多少？中间差将近9个点。大家知道这9个点是巨大的差别。那么物价为什么没有涨？物价没有涨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原因就是猪肉价格，猪肉价格跌了45%啊，这是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消费非常的差。消费差的原因就是失业啦，这个收入下降啦，生意不好做啦等等，大家没钱了。大家口袋里没钱，没钱怎么办？没钱就是减少消费，消费是具有弹性啊，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呢，原材料价格怎么个涨法？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啊。黑色金属材料价格上涨26%，是黑色金属是什么？钢铁了啊，钢铁啊这些黑色的，你看到金属黑色的就说这个。然后是燃料动力价格。燃料动力价格就是煤咯，动力煤啊，上涨26%。有色金属啊，铜啊、铝啊，有色金属，电线啊，上涨21%。化工原料化工原料通常都是石油啊，石油为原材料啊，上涨20%。所以呢，于是呢，这些产品价格上涨，导致了什么？导致了你做汽车，你钢铁有涨价，然后你这个有色金属有涨价，里面的电线什么都在涨价。那你汽车不涨价，那你结果怎么样？你可能利润就减少，甚至可能出现亏损。这就我们叫这个死亡交叉。当然，我们标题不能说死亡交叉，我们只能说危险交叉啊。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现在你看不到网上的财经分析了？为什么？因为过去8月26号开始，网信办开始整治财经自媒体啊，财经自媒体。那么现在已经处置了多少个自媒体账号？
2929个听9月9号通报，从8月27号到9月9号，网信办处置了2929个自媒体，这个财经自媒体的账号啊，其中有1793个关停，其中关停的有3个是100万的粉丝的账号啊。那么现在大家就很难看到财经评论了，财经评论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啊，就是这样。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连财经都不能说了。那原来政治不让说，政治后来不让说，现在财经不让说啊，然后就开始越来越严格。好，我们今天的主题，习近平给金正恩发贺电啊，因为朝鲜国庆9月9号是朝鲜国庆啊，那么朝鲜国庆这个毛泽东逝世啊，然后这个习近平给他发了个贺电，我就不念了，时间有限啊。核心的问题大概他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啊？不远不近，不冷不热啊。习近平的态度是这个，也有点不露声色的摆点小架子。主要的态度就是维持这个局面嘛，因为，朝鲜不大听话，中国要朝鲜做点事情，朝鲜不愿意干，所以但是呢，中国也不想把朝鲜甩掉，所以大家就差不多维持一个这样的不冷不热的这样的局面啊。你看最后习近平说了一句话，他怎么说？他说：“我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你听过有人这么说话的吗？没有吧？这个习近平会说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行稳致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更好的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就是摆点小架子，但是呢，又有点不冷不热吧，就这意思，大概是这样啊。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朝关系中朝关系的现状，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明谢 Paul 亮，谢谢Austin 高，谢谢。看过很多自媒体，其中王老师的视频最客观深刻，经常令人耳目一新，称赞王老师的专业，感谢王老师的敬业，点赞谢谢，谢谢你的肯定，也谢谢大家的支持。观点：拜登从政几十年，一直以平民政客为自己的定位，他作为本届美国总统，注定是过渡性的，尤其是经过川普乱哄哄的4年。拜登的温和亲民拉拢同盟国以及展开美国大基建，就是他4年执政的目标。至于积极抗中，我想那并不在他的担子首位，他只是消极打击敌对国而已。OK， 观点：拜登对自己的定位是职业官僚或者幕僚，但从头到尾没做一件事情的经验，这跟习的经历有点像。要不怎么习常常夸口说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其实心虚的很。当然，当议员不是执政那当然不一样就是说，你当一个地方首长，那你要管政策、管执行、管人事、管资源等等，你都要管，全管。大家知道，执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啊。那么，经常有网友跟我讲说：“王先生，你是不是能够你能不能除了提意见、批评他以外，你能不能给出一些政策建议来？”我经常讲，我说那不是我的工作，其实呢这个回应比较笼统。我正式的回应一下你去制定一个政策，跟你提出一个批评，这是2个不同的角度。那么你提出批评，通常是从哪里、从什么角度去提出？你通常是从结果去提出
我看到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出来以后，这个政策效果不好，一二三不好的负面的效果，那我就批评这个政策。这是你对政策分析、对政策评价的一个方法啊，或者是基本上是这样发生啊，它的逻辑是这样的。但是你制定政策不同，你制定政策的时候呢，首先你是从哪里出发？从目标出发。我有个愿景啊，我这个愿景分解到10个方面，我每个方面要完成它，我才能够实现我想要的愿景。每一个政客、每一个政治家，他都会有一个愿景，然后他有一个实现愿景的路径和逻辑，然后把这路径和逻辑分解到具体的政策。所以每个政策它有个功能，功能是实现它的愿景，所以每个政策有目标，它从目标开始。所以所有的政策制定是从哪里开始？是从目标开始。你比如说，我们要让大家安居乐业啊，安居乐业，那现在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住房不够。那好，那我要制定一个房屋政策。房屋政策的目的是什么？让大家都有房子住，有房子住能够安居乐业，那是个愿景，变成房屋政策。房屋政策就要想办法增加土地啊，你会分解到土地政策，分解到这个房地产的按揭政策，分解到银行的这个货币政策，分解到什么呢？分解到开发商的一些优惠政策等等，包括一些比如说租赁政策等等，都会影响房地产市场。结果你的一个房屋政策会变成很多很多的政策，这跟什么有关？跟愿景有关。好，我就回到我的那个问题，有网友提出说，你能不能提出政策建议啊？我提出政策建议有个前提，如果我要提出政策建议，我首先要明白这个政府它的愿景是什么，对吗？不仅你要认识他的愿景，而且你要认可他的愿景，你觉得他的愿景是对的，理解吗？以这个为前提，以这个愿景认可这愿景为前提，你去了解他的目标是什么，你要了解他设定的目标是什么。目标还有时间限制，因为你想，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任何企业，你资源都是有限的，所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你一定会把你的任务、愿景分步实现，有轻重缓急。在这个前提之下，你才拿到一个什么呢？拿到一个愿景，拿到一个目标，拿到一个策略。我们讲轻重缓急是什么？叫策略。以这3个为前提，你才能够去制定政策，对吗？我是一个记者，拜登政府没来找我，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些东西，我是不可能制定他们的政策，就是很简单。所以，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我的任务是什么？我的任务是发现问题，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会出这个问题，下一步可能会怎么样，这是我的工作，让我把我的工作做好就好了啊。观点：内政糜烂，外交必定无效。即使两党对中共态度一致，但是问题有3：一，即使两党都是真心解决问题，因为其他方面分歧太大，也必然内耗无法使出全力，这个逻辑不通。2，是不是真心解决问题？真心解决问题，那我就不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讨论真心的问题，我们没办法讨论啊。观点：美国是民主国家，两党因为竞选的利益关系，总会被对方相互掣肘，一时半会儿不能集中精力对付中共，中共则因为独裁，想干啥就能立即干啥。所以，中共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攻击美国时，美国没有什么对策，好像啥都没有做，啥都没有做的感觉，干着急。所以你可以看啊，拜登政府啥都没干，但是中国那边人仰马翻，为什么？
所以刚才很多人讲啊，独裁有优势，独裁的确有优势。你看，专制政权，它可以集中力量，在很短的时间集中力量干一件这样的事情。你西方国家没办法统一思想啊，没办法统一思想，也没办法，甚至连北都找不着啊，好像中国很有优势。但是呢，独裁也有劣势，为什么？这领导脑子一进水，你看现在人仰马翻吗？他帮拜登政府把拜登政府做不了的事情全干完了，对吗？是不是？什么消灭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啊，团灭中国的教培行业啊，把中国的上市公司从美国市场赶走啊，拉回去啊，不用美国干，中国自己就干了啊，和美国的资本市场切割啊等等，他全干了。观点：香港、西藏、新疆、阿富汗、台湾之间，只有台湾跟美国关系仍在，虽然缓慢，但继续前进。而日本一改以往的态度，对中国不再忍让，所以拜登跟美国真的在等台湾跟日本一个时机吧。观点：赞同王先生的观点：一，美国政府对中共没有深刻的了解，也没有确实有效的对策，没有认识到超限战是未来。超限战我不同意，我不同意，美国不会超限战。为什么？美国是个民选政府，美国人民不会允许美国政府超限战。为什么？这有道德成本啊。二，美国现在内耗太大，不论做什么都无法全力以赴。非常对啊，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不同意美国是超限战是未来啊。我不相信超限战，所谓的超限战是未来。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人类已经走到今天了，还搞什么超限战啊？不可能的事情。人类文明已经不允许超限战，甚至原来的一些做法都不接受了。你比如说，美国他又靠什么解决这些问题？战争有一个问题，战争有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就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当他面对一场战争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道德问题。什么意思？战争一定会死人，这是中国人经常讲这样的话。但其实呢，在一个文明的国家，文明的国家对战争的要求，对军队的要求，或者军队指挥官的要求是什么？尽量的少死人，这就是文明的国家。所以你可以看，那怎么解决？科技，用科技去解决，用战略去解决，用战略战术去解决，用科技去解决。你比如说像那个美国现在研发出来的那个导弹，一炮打下去，打到最后那个导弹就变成什么6把钢刀啊，直接把那个目标打死，他连司机都不死，就是死那个人。他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就是说我要打谁，我只打谁，不伤及无辜，别说平民，就旁边的司机都不打死，就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现在还讨论超限战，这是离现代文明就太远了啊！超限战，中共自己研究一下，自己喊喊，自己安慰安慰自己。你试试，中国试下超限战，它会被灭得很惨啊！观点：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都应该是正义的制裁，应该只是用来保卫国民和惩戒罪恶。所以，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早就被全人类抛弃，因为普世价值人人平等。军事力量不能因为某个人、某群人、某个政权、某个国家用来征服与毁灭。在这个方面做的最好的就是以色列和美国。武器是打击罪恶、保卫人类的，不是伤害人类。军备竞赛违背这个逻辑，所以我就说，战争，任何人发动一场战争，当然专制国家例外，就是他已经不能够用人类的这种道德和逻辑去要求。
任何一个国家在讨论战争的，首先就是道德，道德责任在这里。为什么要交战规则？交战规则是什么？交战规则其实就是道德的一个力量的反应。观点没有中共文化背景的人是非常难以对中共的恶意有足够的认识。就像一般人去越南、俄罗斯旅游，不是有当地文化背景的人是感受不到这些集权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渠道打压控制民众。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幕僚应该要有真正了解中共的人，但目前看来是没有。非常对。观点：川普虽然是个政治素人，又来了，又来了，好吧，川普很厉害，牛逼，行吗？OK。观点：现在中美对抗就像两个人打架，美国刚抬手捋了捋自己头发，中国觉得对面抬手就打了过来，一阵手舞足蹈。OK。观点：虽然美国民意对中看法为负面，但重视的仍然是气候议题以及种族平等等问题。或许需要类似珍珠港事件，才能改变民众对于美国拥有一套坚定对抗中国政策的迫切性。我住在台湾，身边朋友虽然普遍讨厌中国，但都认为武统是杞人忧天，所以完全不需要做任何准备。上网看各 YouTube 开箱3C 美妆产品，才是大家的生活重心。这个我不同意。你的生活重心是这个，这个没有错。但是你说台湾人是这样的话，我不同意。为什么？我也认识很多台湾人，我也看很多台湾的资料。不是这样的。台湾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在台湾，台湾的政治化，台湾的社会分化，一点都不比美国，情况好多少，差不多。台湾的族群族群对抗也是非常激烈的。你说台湾人现在什么各种美妆开箱3C 开箱美妆产品有，要不台湾人奋斗干什么？奋斗不就是为了歌舞升平吗？但是只有歌舞升平那就不对了。观点：美国放开对中国年轻人的交流活动，这更有利于中国人的醒悟。比如，很多大学生出国交流一段时间后，都会被人性关怀和自由民主所影响并认可。认识一位大学老师，他的学生交流到加拿大、法国等，他的一些老师也交流去访问，回国后都会价值观改变。当然，也有不少依然糊涂。这些改变在他们的教学和讨论中会影响未出国的学生，所以美国等国如果限制中国，其实就是在帮 CCP， 基本上没有限制。美国对中国学生签证基本上开放当然有一些学校限制一些专业，这个是在发生，但是基本上恢复了。你从人数就知道，签证的数量就知道。提问：请问王老师，难道美国真的需要一个类似于珍珠港事件一样的冲击，才能从这种迷糊的状态彻底清醒吗？其实我也认为不是，只是拜登政府不作为。拜登政府不作为，当然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不发生，当然对抗也没有看到。我不觉得美国人是模糊的我不觉得美国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也有朋友，我也知道他们的看法。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民意是有的民意很清楚，中国是最大的威胁。第二个，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他们的对华政策、对华态度也是很清晰的。所以你看，美国很多政策，美国很多的法案是全票通过的。全票通过什么意思？你说两党对抗，那没有对抗，很多法案都是两个党一起来起草的法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同意前面那个网友的观点，说这个两党因为其他的对抗，所以就在这个问题上也对抗。我们讲事实嘛，你那是想当然好吗？我们看前面的那些 bill，前面的那些法案都是这么过去的，
都是全票通过，而且很多法案都是民主党跟共和党的议员联合起草的法案。所以刚才那网友讲的不是事实，我不同意的，其实啊。所以美国需要一个这样的事件冲击吗？我觉得，舆论是造出来的，就是如果你没有发生这样的新闻，就自然当然就没有这样的舆论。你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每天都在骂美国，至少要骂3遍，在任何议题上都针对美国。但是美国的记者不会把他每天骂出美国的话登在他的报纸上，或者登在他的媒体上。为什么？因为那不是新闻。但是这件事情实实在在的发生，所以其实美国人是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是这样的。需要什么？公众需要什么？需要政府、需要媒体去告诉他发生什么，他们才知道。当然，你说公共知识分子也有这样的责任，也应该站出来告诉他们，在发生什么，在出现什么状况。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你得有人领头啊，谁来领头？当然应该是政府啊，但政府不领这个头，那自然这件事情就发生不了。那美国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件事情起来？其实应该最简单、最直接、最核心的应该是美国总统，对吧？美国总统出来讲这个话，大家听到了，声音最大，力量最强，资源最丰富，然后他最有实力，他讲这个话才有用啊。为什么要去珍珠？不需要珍珠港事件，拜登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就够了，干嘛要死那么多人？为什么大家天天要用人命来解决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能不能不这么思考？你说呢？观点：拜登政府目前主要工作是应对国内疫情和社会撕裂的问题，对外则是修复和盟友的关系，恢复美国在盟友心目中的信任。拜登政府执政的8个月的时间，效果还是明显。最好的例子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的转变。虽然美国没有对中国直接出手，主要是包子已经把大多数拜登该干的事儿都干完了。我也没有看到拜登政府做了太多修复社会撕裂的动作，没有看到。你看到了吗？我没有看到啊。虽然我认为拜登政府应该做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修复美国社会的对抗撕裂的问题啊，让美国社会再次进入一个和谐融合的状态。我没看到拜登政府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事情，这是一个。虽然嘴巴讲过，但是没有太多的实际的政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拜登政府主要的力量在干什么？通过了几个法案，但是那些法案老实讲，不是拜登政府的工作，好吗？那是民主党的工作，好吗？拜登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当然拜登总统也开过3个会，你数一下，总共是3个会，其他的是民主党党团在议会里面干的事情，好吗？是吧？你说这个 bill 是怎么过的？肯定不是美国政府、拜登政府干的，这是点。所以你拜登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有贡献，但是主力还是民主党干的，民主党党团、议会党团干的事情，这是第一件事啊。第一个修复国内的分裂，第二个振兴经济啊，振兴经济就是3个法案，剩下的对抗中国，联合盟友，联合盟友是这个工作做得不错，但是你一 Q 青岛，什么叫一 Q 青岛？你阿富汗撤军，你的一个电视讲话已经把所有的盟友全得罪了。上半年你辛辛苦苦干了上半年，然后下半年你把上半年的工作全部一笔勾销了。你想，你知道欧洲人怎么说吗？欧洲人说这个拜登总统的那个电视讲话是没有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所以我不觉得，老实讲，你现在让我坐在这里去给拜登政府打分，我认为拜登政府是不合格的啊，事情做得不够好，就是
他应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做更多的事情。我觉得他可能都在打瞌睡去了。提问：中共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战略无时无刻的侵蚀西方人的价值观，从 YouTube、推特、脸书无数的五毛在引导舆论可以看出。请问王老师，拜登对这些难道不知情吗？还是他根本就不在乎？我觉得他们不知情，他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知道？他没有想知道，所以他不知道。核心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所有的一切，你要，当你是一个执政者的时候，你一定要想象，当你是一个执政的时候，你肯定你所有的东西都从目标出发，就是我想干什么，这个跟什么有关？跟你的认知，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关。那你比如说拜登总统如果他认为他往那一坐，美国需要和解，美国需要搞定这个，美国需要搞定那个，他知道这个，他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决定了他会有什么样的目标，要让美国人，让他们的对立不要那么厉害，那想办法，那我就找人，美国总统不需要你会什么，但是你需要知道你要干什么。美国有足够的人才让你去挑选，你选一个能搞定这件事情的人，让他提出政策，你去完成它就好了，找人去完成它就好了。这是美国总统的任务。美国总统不需要会干什么，美国总统啥都不需要会干，但是他需要知道他需要干什么。那当他发现，当他发现中国是个威胁的时候，我们要搞定中国。那好，那我去找知道中国的人，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中国在干什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去对抗它是最有效的？我不需要动那么多飞机大炮，我动那么多飞机大炮干什么？美国现在不需要动那么多飞机大炮干什么？美国需要做的是什么？刚才那个琼斯说的非常对，对抗性的信息战。美国在信息战输掉，其实它就在整个意识形态输掉。你在整个意识形态输掉，你永远没办法团结你的盟友。为什么？因为你的盟友看到的你是另外一个样子，不是你那个样子。因为中间有人加了一个镜子，那个镜子就是他们的宣传战，理解吗？就这样的问题。是，所以他为什么会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觉得他需要去对付中国，这就是认知的问题。当他觉得没有需要去对付中国，他怎么会知道？他连知道的需要都没有啊，这是问题的根本。观点：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是高抬腿，轻落足，未来长期都会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中美两大经济体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嘴里喊打喊杀，只是为了赚个吆喝安抚屁民；另外一方面，美国两党的建制派已经消失，一切政策目标都是以增强党派地位，甚至消灭竞争党派为根本目的。我不同意。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但不仅仅是。大家知道，美国的商业、美国的企业，那天有这个自由亚洲电台来采访我，就问我对那个叫什么那个索罗斯的那个文章的看法。我说两点，第一点，企业去赚钱没有错，企业去想办法去用各种方式去赚钱没有错，这个是一个企业行为是正常，这是正常。你说这个索罗斯批评美国最大的券商跑到中国去做生意他说这是不对的。这个券商跑到中国去做生意，他这个券商跑到朝鲜去做生意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企业嘛，企业就是挣钱，企业以挣钱为天职，企业以利润为归稿，这是没有问题。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但是
企业家是有国籍的，企业家是有道德责任，所以企业家的道德责任，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决定了他在做一些商业决定的时候，他需要考虑政治因素，他不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有的时候他会做一些违背商业原则的决定，为什么？因为他就需要衡量他的这个决定会不会给他带来道德风险，会不会在政治上违背他的身份和地位的要求。所以这是两件事情是同时存在的，都是真实的。所以你说美国的利益捆绑，所以美国对华政策就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不对的。美国政府是需要考虑美国商界的利益，但是美国的商界利益也要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所以你看美国政府制定的政策都很清楚。我要做这件事情之前，我先跟大家打招呼，打招呼给大家留出足够的时间，然后大家你该做准备，完了以后我再来做这个事情。我轰炸那个地方之前，我先撒个传单，我要轰炸这里，老百姓你就离开啊，这就是道德责任，这就是交战。为什么制定交战规则？就是你要想办法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尽量的避免不需要的伤害，就是这个。所以，当然，我们从小受中共的教育，中共的教育体系就是本质上来说，当中共一说本质上来说啊，他就是要开始把所有的他认为不对的事情全部排除掉，所以不要相信本质上来说，本质上来说通常都是谎言。提问，请问王先生如何评价索罗斯对贝莱德的金融市场不同的态度？我已经回应了啊。提问，澳大利亚的实力没有美国强，但是澳大利亚反 CCP 却比美国更加强硬，每次打中共的脸基本上都是澳大利亚冲第一个。请问王老师为什么是这样？我觉得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比较小的国家吧，那么很早就被中共渗透啊。中共渗透澳大利亚的情况比其他的地方要严重啊。他最早发现这件事情，也最早进行反抗。为什么？毕竟这里面有2点。第一个，澳大利亚的政治没那么复杂，没有像美国这么复杂。美国政治真的太复杂了。澳大利亚发现中共在渗透我，要搞定我，我不想被你搞定。然后他自己觉得我有底气，那就干呗，就是这样。他觉得他有底气，我干得起，我就干呗。但这里面还有一定的偶然性，就是执政者的态度，执政者的态度和坚持很重要。你就像美国总统不同的美国总统，美国利益很清楚啊，美国利益是什么还不清楚啊？就刚才的网友说，中美之间经济交织在一起，但是美国利益是什么？美国的最高利益是什么？如果美国的最高利益受到损害的话，那你在经济这个领域，他要制定政策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所以澳大利亚的例子完美的解释了刚才那个网友的这个疑问，或者是反驳了他的观点，就是什么？澳大利亚不需要经济利益吗？也需要经济利益，但是对抗的结果是什么？对抗结果，澳大利亚是中国，虽然中国跟澳大利亚的经济体差别非常的大，但是澳大利亚完全没有怂，而且没有损失巨大的损。韩国也是一样，韩国你现在看一下，韩国因为这个 TMD 就是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中国制裁韩国，韩国慢慢的转过来了，很多东西都转过来了。你再制裁2回，韩国就跟你不玩了，基本上的他就适应过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执政者的坚持，也有整体利益的问题。那澳大利亚这种白人社会，
他觉得我屈从于你，我不干，他就不干呗啊。观点看到身边很多读完学位甚至博士的中国人依旧粉红，几年的学习依然沉浸在微信和中国人的圈子里，各种骂美国、骂加拿大、吹捧中国，然后就是不回国报效祖国，实在是精神分裂。所以那种认为读完书回国后可以带回去西方思想的观点，真的是一厢情愿。何况国内现在言论控制，嗯，我们经常拿我们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斗气当做一个舆论，我是不同意的啊。海外有一些华人有一种心态上的优势啊，这种优势是什么？我出来了，所以他在和国内的人交往的时候，他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成就感，来证明他到海外是对的。所以他经常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对方能够感受得到那种你这种优越感。所以呢，国内经常有人你在说中国不好是吧？我就反驳你。大部分得到的反驳是源自于这个，而不是源自于小粉红的原因，或者也不一定是他不接受你的观点，是这种优越感的反抗。同样的这件事情，就是在海外学习的人，很多人觉得他是小粉红，其实他不一定是小粉红。为什么？你要知道，中共对这些留学生的控制是很严的，所以他们也讲话也没那么方便。所以，嗯，你看到朋友圈骂美国、骂加拿大，他也是一种政治表态。所以，我们我们看到的是不是真相？我怀疑啊，我怀疑大家看到的未必都是真相。中共洗脑的机器很厉害，中共的外宣也很厉害，因为他人海战术非常的大，但是他的工作其实很粗糙，他并没有那么严密，也并没有那么，也并非100%的效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请大家客观的去看待这些事情，而不能够一刀切啊。我基本上同意各位网友的观点，就是开放，尽量的让中国的留学生到海外去读书，对中国有好处，不是对中共有好处，是对中国人民是有好处的啊，等于给他们一个机会。你说啊，这洗了半天还是那个样子，他在海外待了多少年都是那个样，有的，他一直沉浸在微信当中，一直就是坐井观天嘛，啊，出门还带着那个井啊，一直带着那个井，到处世界各地去，有这样的人，而且这种人是大量的，但是不全部都是。观点：国内在农业主粮相关的理科科学已经处于不能讨论的程度啊。作为全球最大的铁、铝、铜进口出口国，却至今依赖主粮进口，已经出了类似苏联理森科那样的学法，导致农业科技长期停滞。中国主粮进口不奇怪，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我举个例子，我们不说别的吧，你就说水稻，中国每年进口多少水稻？水稻不是主粮是什么？你有人拿水稻去酿酒吗？有人拿水稻去喂猪吗？没有吧？全部都是人吃的吧？对不对？你不说别的，就是第一水稻，第二小麦，你就把这2样东西，这肯定是主粮吧？你其他的我不说吧，玉米啊这些我全部都不算，就是水稻跟小麦进口，你把这数量拉出来看一下，中国主粮能解决吗？中国主粮是不够的啊！你说我们产量是多少？你那个产量是算出来的，不是论斤称出来的，我不相信，对不对？情况教培行业，我的一位同事前段时间准备买房，已经给了5万定金，我们劝他先不要买，后面可能出政策，他还是买了。
500万的房子，每月房贷2.2万，然后双减出来，手足无措。这个我不同情他，大家都劝他了，还不那什么。今时不容往日啊！你以为你的那个2.2万，你不用还了，你失业了我就不还了，不把你扒光扒净，你看看，而且上那个征信试试，后果很严重的。现在的这些你贷款的字签下去，真的后果很严重的，千万别开玩笑啊！情况今天一个老家县城人民医院做主任的医生打电话说他快干不下去了，因为医院天天开会，想着怎么坑老百姓，派任务，每个病人只要住院，哪怕只是胳膊上的烧伤，都要全身仪器检查，而且等效的药一定先用最贵的，等这个病人的费用达标才能用次贵的。他老觉得良心受不了，他本人没有翻墙经历，还能分辨是非。当然，中国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人的啊。观点：中国这么大的土地，只有专制政权统治。回顾历史，专制政权必然死于地方藩镇。苏共死亡的历史也是给了地方自选，所以中共必然死于地方势力之手。提问：北京环球影城和大连风情街分别是美日文化，都属于中共的敌人。请问王老师，为什么环球影城可以敲锣打鼓，而日本街却被关停？你知道为什么吗？背景不同嘛。环球影城是什么？环球影城是真洋鬼子啊，真洋鬼子他哪敢动啊？不敢动。日本风情街那是假洋鬼子，是民企，所以就收拾他，理解吗？都是柿子捡最软的捏，真洋鬼子他也不敢动。提问：请问王老师，乌有之乡批胡锡进为什么是常规操作？王老师可不可以展开讲讲国内舆论场？展不开吧，已经超时了。乌有之乡本来不是组织行为嘛，对吧？乌有之乡是一批毛粉嘛，毛粉去批胡锡进，他当然有他的这种随意性，不是组织行为，这是第一。你要搞清楚什么叫组织行为。胡锡进写的文章就是组织行为，全部都是组织行为，他没有个人行为。为什么？因为他组织的人，没有人会把他的文章当做他个人的观点 ，no way。那么胡锡进去批这个李什么满啊，嘴边上，他的文章肯定是组织行为，就是这么简单。乌有之乡跳出来批胡锡进，那是个人行为，是乌有之乡行为。乌有之乡本来就不是主流嘛，不是中共主流，那为什么不去封他呢？我觉得不理他可能是最好的处理吧，对政府来说，对中宣部来说，因为你一封他，外面一说，哎，又开始解读，那干嘛？那就不管他。虽然还有人在讨论这个议题，但我觉得已经没有讨论的意义了。因为什么？中共对这件事情态度很清楚，中宣部的态度就是降温嘛。让胡锡进出来灭个火啊，然后就降温了，就不讨论了。因为我还是坚定的认为，这是习近平的一个试探和威胁，然后发现效果不佳，就撤了。乌有之乡跳出来，跳两下就算了，所以这都已经过了1星期了。提问：王先生昨天说中国房地产出现拐点，但更多的是开发商及一手房层面，请问这种不景气会传导到一线城市的二手交易价格上吗？毕竟深圳湾仍然有大量二手房挂牌在25万以上。我没有说深圳湾二手房的价格问题，讲不了，你必须去看那儿才知道。我说的是出现拐点信号啊，这是个趋势分析。
趋势分析什么时候传导，什么时候传到那儿去，你得具体的看某个市场的情况，坐这儿拍脑袋不行啊。我在这儿可以看到趋势，但是你要看具体的行情，要到去现场看，就要具体的看某个市场。好，明谢 Helen，谢谢 Louis 卢，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